get to where we are now. And we reveal, people celebrated. A lot of mistakes have been made along the way. A lot of struggles. But we are fearless. 18. 大家好，我是 CC。大家好，我是 Gay。那今天是关于 SB19的第二个介绍影片。那相信很多人呢都是从他们在一斗流行音乐节的表演，然后对他们开始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垂直入坑了。那作为 18，就是他们的粉丝呢，也跟这些台湾粉丝们有密切的互动，然后也有在留言中互相鼓励，就是跟大家说，其实他们这一路来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做这样子的影片，告诉大家现在的成果，我们这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样。那他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团体？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K-pop， 就是因为 K-pop 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那菲律宾也不例外。就是有一个韩国公司叫 ShowBT， 然后他们就是有进军到菲律宾，他们就发现说，其实菲律宾的唱跳啦能力也都很好，然后他们就也是希望说可以推出一个菲律宾的团体，然后让他们可以打向国际。那其实每一个成员他们在出道之前，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翻跳团体。其中呢，他们的成团路程也是非常的艰辛坎坷，就是从层层选拔中选出来5位，最后坚持下来的。对，那从之中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就是其中的 Ken 住在菲律宾，就是本岛，就他要来参加选秀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困难的。然后当时呢，就是 Josh 是算是领他进门的，对的一个契机，自费的帮他出机票钱，这一趟的交通费啊，对，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非常不容易。SB19 呢，他们出道的时候是在2018年，然后以《提拉鲁罕》这一首歌出道，但是因为它是一首比较抒情歌，这一首歌在当时就没有掀起太多的水，不容易得来的出道机会，然后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反响，所以会让他们这个团体开始怀疑啊。然后也是担心说到底会不会解散之类的。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新歌，叫做《Go Up》，就是这一首歌带领他们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就是因为在《Go Up》这首歌，它的练习室就是在推特上面被疯狂的转发。曾经有一个纪录片记录他们说，他们这支舞蹈的练习在出去表演之前就已经练习了1000次。Back to practice kami for another 30. At nakailan na tayo? 会让观众失望，对这种的负责任，然后刻苦耐劳的心，激起很多观众的一个尊敬吧。因为这个练习是非常好的表现，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他们觉得说，哇，明明是一个菲律宾团体，却可以跳得像韩国团体那样那么整齐。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候比较被套上像一个韩风十足的菲律宾团体，然后也是在这个时期，18就是粉丝名就出来了。虽然说这个时候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 SB19 这个团体也算是正式的走入大众的视野里面。虽然说2019年的时候借着 Go Up 爆火了，但是非常不幸，后面就是什么呢？疫情时期。对，那很多表演就没有办法，如期的进行，很多的商演或者他们很多的曝光的机会就是跟大家擦肩而过。其实他们这一段也是觉得很迷茫，就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希望，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打击，让他们受伤很严重。因为他们虽然说是就是由韩国公司推出来的，但是他们人还是在菲律宾，他们受到的资源啊，还有各种帮助，其实还是会比不上韩国那一些团体。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团体，可能都因为疫情销售受到打击，更何况他们的跟公司的连接还是比较远的，没有办法
很及时的支援他们，然后也没有像韩国有那么多的表演的舞台，或者是还有对他们打击蛮大的。虽然说公司减少了投入的资源，但是 SB19他们也是不希望放弃，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点啊，也是一直在借由网络啦各种社交媒体去保持跟粉丝们的联系。那他们在2020年底的时候就发布了一首特别的单曲，叫《一卡口》，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就有点像是借由这首歌，希望可以跟粉丝、跟大家一起面对疫情这一场困难的战役。那虽然2020的疫情对 SB19的打击很大，但是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还是继续推出他们的新歌，开始了他们3部曲的第一首。那从 What 开始，然后把整首 Possible 给推出来。那在 Possible 这个专辑呢，其实也有很多很亮眼的表现，就像是 Mapa、Bazinga， 就是这首歌让他们登上了 Billboard。And dominating the conversation on Twitter yet again is SB19 with Bazinga at #1 for the 3rd week, only the 2nd song to do so. 他们也在2021的时候成功举办了线上演唱会，就是 Our Zone。 Dito mapapaos na talaga ako, solid. Legit. Ano?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突破啊，就是在疫情这个大家无法接触彼此的时代，就是用一个新的方式，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都还是在一起的。然后那在2022的时候，他们又带着他们的新歌 Where You At 全新的英文单曲，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就开始启动了世界巡演。那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受到公司雪藏，也不到位嘛，对，是客观主观的因素，资源的及时的支援，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挣扎思考，就觉得说，我还要再待在这里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出来单干？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吧。应该说，他们就是有在思考说，他们在继续待在 ShowBT 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达成他们的梦想？经过了各种思考之后，决定说，我们不如自己试一试。在他们第2张专辑就是《帕塔塔》的时候，他们就是有讲说要与 ShowBT 解除合作关系，然后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叫做 One Z。那 One Z 现在这个公司，它主要就是由成员们在一手包办。他们其实也有讲说，他们成立 One Z 之后，他们自然就是有更多自由，可以自己做更多决定。It started with the very ideal scenario that we want to bring, or we want to give the creative freedom to SB19. Yeah. Right. So we're here. One Z was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m on their goals to support the music industry in the Philippines. So to really uplift OPM. Right. Yep. So yeah. Yung problema, hindi namin alam kung paano siya haharapin. Very scared kami that time. Pero hindi namin pwedeng ipakita dun sa 5 na natatakot kami. I risk everything, my studies, just to pursue this. Mag-start na naman kami from zero. Mike, shut. Bahala na kung ano mangyari. Basta wag lang mag-stop yung music. Ang dami niyong pinaghirapan, ang dami niyong ginawa para i-establish lahat. Mapapatunan na ka, ano mangyayari pagkatapos? 2023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帕塔塔》，就是他们第2个专辑。那在其中也是创造了很多神曲，例如。就是你知道，现在明明已经2025了，还在 Ghetto， 就还 Ghetto 出来的，真的。那在2024年呢，主要就是他们各自的 solo， 就因为他们成立了 One Z， 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基本上所有成员就全部都出 solo。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在出 solo， 然后还有跟其他艺人的合作，例如像是 Moonlight 啦。Caraco Ready， 现在呢，在2025的时候就推出了我们的 Sina Arwaka。对，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 Sina Arwaka 的意思是开始结束。那其实这3张专辑它有点像一个3部曲，前面的 Possible 萌芽开始，然后到后面的 Patata 爆发，然后
还有现在的 Simula， 哇，刚刚是不是？对，其实虽然说是一个句点，一个结束，但同时又是新的旅程的开始。关于他们成团录的一个完整详细的影片呢，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各位大哥的影片，他讲得非常详细，虽然说是剪得非常的激励人心，对，而且非常像一个漫威故事。以上就是我们简单关于 SB19的成团介绍，就是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 SB19的？一斗举手，好大举手。其实这段时间也是跑了很多啦，就是 Hito 啦，那个台北场，然后我们后面又去丢狗啦，哇，这些东西有点多。那之后会慢慢再出关于这一些的一些经验影片，对，会慢慢出。希望7月的时候可以把它弄完。好的。然后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